这家店名叫益生安，和现在超市里只需微波2分钟即可的快餐比，这间店主要靠老办法，认真一步步做出的好吃菜。很多人慕名来这儿尝美食，也有人是冲着漂亮的店长。益生安的美女老板娘半甜仙，颜值爆表，因为她像仙女一样，大伙儿都叫她阿仙。阿仙每日和服上身，蹲在客人旁边笑脸服务。私底下她有俩小嗜好，一个特喜欢高杯里的美酒，阿仙自己说的，白天喝酒才最过瘾，然后就是喝完了洗个澡，有时候糊涂到进浴池，才想起忘脱袜子了，外面有人喊他，整理好出去一看，一个年轻人正跪在他面前，竟然说从小就立志必须留在益生安。他说自己去了不少地方，最终悟出只有这儿的慢活料理才符合他的追求。听到阿仙的话，抬头一看，少年惊觉眼前这位所谓店老板竟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姑娘，身上还透着一股酒意。少年叫阿吉，曾在一家风格现代的餐厅打工，穿着忍者装给外国客人上华丽丽的饭。这儿看着像餐馆，其实更像卖秀的地方。阿吉想好好做菜，就辞了那工作，跑到益生安找活儿。谁知道那份用心的简历完全白费。阿仙二话不说就收了他，然后高高兴兴去泡澡喝啤酒了。进了厨房的阿吉一点没显出低调，倒像个颐指气使的大佬。师傅叫他去削萝卜皮，他就拿出自带的刀具，结果刚削了萝卜顶就被制止，因为作为厨师的他手上却戴着好几个戒指，显然手没保持干净。然后他对这边的烹饪手法彻底改观了。店老板娘阿仙会心血来潮，随意换菜单，这儿的萝卜只去皮不打磨边角，煮鱼干也不剔头不掏肚子，还只用清水泡一整天。最夸张的是，白萝卜非得在鱼汤中煮5小时后才能上桌，这期间他必须得守在一旁，盯着汤汁不能沸腾。阿吉根本没有这种耐心，就站那打盹儿，或者盼着时间快点过。终于还是忍受不了，偷摸开到大火，结果整锅萝卜全废了，得全部重做。跟着清大厨的步骤做的萝卜丝，就像透明的玉那么清亮，懂行的食客一尝绝对会喜欢。这都是5小时精心烹制的成果。阿吉不小心煮坏的萝卜，顺理成章变成员工的福利餐。阿仙天性看开，他没怪阿吉搞砸了，反而觉得多亏他的错误，大伙儿才能享受到这好吃的白萝卜。阿吉也尝了尝萝卜，感觉味道还不赖，但副厨小刘解释说，火太旺把鱼烧糊了棱角，这让阿吉更生气。既然害怕烧糊棱角，干嘛不先切掉？鱼怎么不砍头挖内脏？其他员工心里清楚，要扔的食材部分最终都得丢垃圾桶，这未免也太糟蹋了。说到底还是得下功夫修掉棱角，何不将这功夫投入食材全面利用上呢？这正是益生安一贯的烹饪理念。那晚阿仙带领着团队，我们给阿吉搞了个迎新宴，结果阿仙喝到烂醉如泥。阿吉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和阿刘还有打杂的小健挤在同一个房间过夜，这房间挤得他心烦意乱。听说新人每月就拿5万日元，阿吉觉得更待不下去，甚至责怪老板娘太抠门。没想到紧接着阿仙气势汹汹地推门而入，用愤怒的目光瞪着他们3人，下秒却扑到床上睡大觉了。头一天已经够呛，第2天阿吉对工作更是只有牢骚，挑水都嫌弃没直接供水，洗菜时被冷水刺手，烦死了，好冷啊！看着自己的行李，搬家公司送来的却拿不到，居然得去清洁通风管。接着又得到仓库挪啤酒，好不容易能偷个懒，结果被阿小一通电话打断，要我推小车到商业街接他。阿仙掏了200万日元，弄个破瓷盆。阿吉抱怨连天，想想自己时薪才100日元，真觉得这价钱太亏，那是他辛苦40个月的收入。阿仙花钱却是轻松写意，还得开这破车，带着阿仙和那破盆穿过市区回店。阿吉真的觉得太掉价了。回到家，他意外地发现他的行李差不多都被阿仙给卖了，只留下了几件衣服和一套餐具。阿仙只说了句阿吉的东西跟店里格调不搭，接着自己去洗澡了，让阿吉把那个值200万的盆移到花园去。阿吉觉得很纳闷，但就在细雨纷飞中，那盆与周围的植物雨水正淋在我们身上，仿佛很久前就被放在这，悄悄地呼吸着。干得不错，阿仙。益生安迎来3位特别的客人，那个方莲女士叫做樱田，她是现在火热的电视烹饪主持人，擅长用微波炉做菜，
因为这种做饭方式既快又干净，赢得很多家庭主妇的心。对面这位男士，则是阿吉原先工作的餐厅老板，说话总带刺和讥笑，问阿吉在益生安这种落伍的餐馆里是否能应付得来。樱田随口一问，简直是火上浇油。他问阿仙豆腐用的大豆产自哪里，阿仙却答不上来。而另一顾客是阿仙的老熟人，就是木下料理学校校长的木下先生。晚上他拉着阿仙去酒吧喝了好几杯，趁他喝酒上头时，提议让他跟樱田来个美食大赛。阿仙没多想就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还迷迷糊糊的，就被阿吉敲门声吵醒。阿吉是来递辞呈的，事情是因为昨天晚上的缘故，他开始后悔自己到益生安学艺，特别是感受到阿仙房间那股强烈酒气后，更确信不能再跟这个糊涂老板娘混了，可不能白白浪费青春，毕竟每月才挣个5万元。阿仙虽然尊重阿吉的选择，但阿吉离开后找不到合适工作，然后在美食杂志封面上看见了阿仙和樱田的对决广告，于是他鼓起勇气决定去看看。阿仙一大早穿着和服来到赛场，各式各样的现代厨具让他眼花缭乱，根本不用手动切，料理机秒变胡萝卜末，还有只需2分钟食物就能加热的微波炉。趁人不注意，阿仙把生蛋装进不锈钢盘，放进微波炉，一转眼就爆炸得一塌糊涂。樱井意外地发现，在现代社会居然还有人不懂得使用微波炉，更没想到这人竟是一个饭店老板娘。樱井心里暗自高兴，看样子他赢定了。于是一开赛，樱田就带着架子上场，还来了个招牌姿势，而阿仙却穿着和风围裙和服，虽美气质佳，却也还是被台下的观众说成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挑战题目是用昨晚家宴剩菜做出好吃的菜肴。话音刚落，台上就端上大虾和猪里脊肉天妇罗。樱井率先动手，随手抓了几块天妇罗，又抓了些彩椒和洋葱等原料，开始动手做了。直接用刨子把洋葱刨成细丝，省时又不刺眼；彩椒就直接用手捏成碎块，然后把所有材料都扔进搅拌机搅碎，全程都没用过刀板。阿仙却纹丝不动，甚至闲得绞起了手指，这让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几分钟后，阿仙终于开始行动了，动作悠闲得很，轻松地写起天妇罗。看见木下校长遮嘴的动作，阿仙突然灵光一现，他挑了根最好的大葱，接着着手调酱。两人都要做里脊盖饭。樱井的拿手好戏是微波炉料理，轻松不粘锅就能做美味盖饭。台下的妈妈们一个个赶紧记小本子记做法，把米饭盛进碗里，用保鲜膜先遮着，再撒点洋葱，放上里脊，淋上超市买的猪排酱，鸡蛋液均匀撒上去，最后保鲜膜封好，微波炉里一热，不到5分钟，美味的里脊肉盖饭就 OK 了。樱井快把菜做好了，想展示下他做菜的速度，又搞了个虾天妇罗做家菜。阿仙那边还在调料汁呢，制作盖浇饭的调料汤。他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小宇宙，连主持人的提问都不理会，只专心致志地切葱丝。此时在阿仙的小世界中，只回想着刀切大葱的声息。他做事不慌不忙，跟喧哗的樱井对比，简直像一幅流动的优雅景象。在台下阿吉眼里，这就是儿时熟悉的画面，也正是他想来益生安学做饭的动力。阿仙在台上已经开始烤虾，他不停地翻转着烤架上的虾，心里暗自期盼每只虾都要变得美味。紧接着他又亲手磨起了芥末，淋上酱汁，终于做出了虾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碗猪里脊肉饭。前2位评委投票后，阿仙和樱井1比1平手，胜负最后还得由木下校长定夺。旁边男人不停催他投樱井，但木下当众说，樱井做菜虽快，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而且还能搞定突发状况，但他也很在乎烧饭的那个人心里有没有惦记着吃饭的人。这2个厨师的技术风格和理念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比拼。木下校长为了保住赚钱的樱井，同时又要考虑益生安的脸面，就给了他们个1票。结果樱井和阿仙打成了2比2平局。比赛结束后，阿吉溜到厨房，拿起了阿仙用心做的盖饭，好吃极了，恨不得一口吃光。阿仙考虑到大家派对肯定喝多了，故意做了清淡点的菜，没放洋葱跟鸡蛋，这样更贴心顾及食客的胃。阿吉这才真正领悟了益生安的料理精髓。他对阿仙说，想回益生安，哪怕就是帮忙干点杂活。2人就来到了送豆腐的那家小店，逐渐了解了黄豆的来历等信息。
连用的水都是附近的泉水。制豆腐还得手磨石磨。阿仙跟阿吉说，其实自己分不出豆子好坏，他觉得只需知道这些就行。这些手艺人技术和品格绝对足够。漂亮女老板挽起袖子，劲头十足的在厨房刮木鱼花，这都是为了欢迎老妈，不过是前任店长，也是易生安的。母亲一说话，就对大家精心准备的早饭吐槽不断，接着用严肃的语气质疑阿仙对员工苛刻。原来母亲一大早就拖着行李到易生安了。阿吉一纸诉状告上阿仙，抱怨自己这里辛辛苦苦，每月才挣得5万日元。原以为听阿仙妈提起，自己加薪指日可待，谁料阿仙妈直言，阿吉就是个没出息的，给他5万已经很多，他那点本事，根本不想好好待客。这种男的怎么能出人头地？说的就是你，现在掌店的是我哦。阿仙对妈妈责怪自己的职员很不高兴，他驳斥道现在的店主是自己，他有他的见解。这时候主厨亲师傅打破了僵局，问仙妈这次来有何贵干。仙妈立刻笑得像朵花开了，这周末想跟伙伴们一块做味增酱。做味增可是易生安每年的大活儿，看仙妈挺兴奋的，可员工们个个嘟着嘴，头都低了。光是看仙妈挑3拣4做料理，就知道做味增酱时她会更严格，掌控着每个步骤和味道。就阿吉新手上路，还傻乎乎的看着大伙儿。易生安每年出产的味增都会用一个人名来命名，但阿仙这次打算，今年的味增酱就交给阿吉试试看。今年的味增就叫阿吉排好了。这决定让阿吉感到压力山大，毕竟制作味增的步骤既复杂又多，他还没懂什么是真正的慢食精神，总得抱怨2句。像阿仙挑着买的大豆慢慢走向店铺时，他就疑惑咋就不能开车去买呢？没车吗？把车开到商店去啊！真是不懂风趣，不懂风趣。而听说做味噌还得买草鞋，阿吉的脑袋 CPU 简直是炸了。下班后，阿吉跟好久不见的朋友难得相聚喝了一轮，但回到店里看见阿仙一个人坐着，微光下精挑细选豆子。你在干啥呢？一颗颗检查吗？是呀，味增先生，酿造原料都得是好食材，可不能用有虫眼或破损的哦，那样不就亏待了难得弄出来的味增先生。阿吉才懂，想做好味增得下这么大功夫，可他不懂，就算这么辛苦弄出来，真有人能品出来味道不一样吗？但如果连厨师也开始偷工减料，那菜不是真的玩完了吗？见阿仙挑豆子挑得那么认真，阿吉愣了下，也开始帮忙了。这次参与折腾了一整夜，搞了1个晚上。阿吉发现平时喝的味噌汤突然变得格外香。下一个环节，他仿佛焕然一新，白天勤快的生火擦地削土豆，晚上跟阿仙一起选豆。虽有些小波折，但俩人依然一步步筛选了所有豆子。阿吉把挑出的豆子摆在门口，却因喝醉摔倒。珍品堂老板酒后不慎碰到豆子，珍品堂老板对易生安内情如数家珍，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在四下无人时，又把散落的豆子捡起装回袋里。这样一些坏豆子悄悄混入了好豆中，豆子的品质因此受损。仙妈最先发觉的，妈妈，你饿不？这豆子阿仙真挑过。看着手里不整齐的豆子，阿仙开始思考。而另一头，阿吉总熬夜选豆，连洗碗都能站着睡。师傅让他打烊后先去睡，但回房的路上撞见了阿仙。阿仙不太好意，直说豆子不够好，就提议得重新选一次。如果能再选一轮，定能做出更好吃的味增。看着漂亮老板娘灿烂的笑，阿吉便同意了再熬一夜。选完大豆，下一步就洗豆。易生安没自来水，用的水全得自己。冬日清晨，阿吉站着都冷得直哆嗦，阿仙居然跪地洗起豆来，他也卷起袖子帮忙。这样一来，他也开工了。原来做味噌关键得控制低温，冬天是酿味噌的最佳时节，这样酵母就不会被逼发酵，味噌做出来才会细嫩有劲。控制不好温度的话，可怜的大豆就惨了。没想到这句话把阿吉气得火冒三丈，连大豆阿仙都觉得可怜，自己连轴转3天没合眼，精挑细选豆子，难道就不值得同情吗？他觉得阿仙从来没替他想过，因此他也不打算满足阿仙的期待。阿仙扭头忍着泪洗着豆子，阿吉却再次离开了易生安。众人面前，
阿仙神色如常，唯有益生庵的管家察觉了端倪。阿仙用筷子夹菜，少见的显露火气，因为对制作味增太执着。阿吉跟阿仙吵架后，又离开了益生庵。外面的旅馆一晚要3700，对于1个月收入来说，对只有5万日元的阿吉而言，那价格真是让人望而却步。所以他搬去住进之前刚认识的冈本家，恰好那是冈本的奶奶从乡下寄来了自制的味噌。第二天一大早，阿吉用冰箱里的味噌做了汤。虽然冈本前辈夸他美味极了，阿吉却觉得这汤味噌的风味一点没出来。冈本觉得阿吉之所以挑剔，是天天能喝上益生庵亲手熬的味增汤，把味觉都宠坏了。阿吉却说益生庵的汤也挺普通，无非是阿仙老板娘亲手削木鱼花，亲自切萝卜丝，用挑选过的好豆子做出的味噌，煮成汤的事儿。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普通味增汤出奇好喝。阿吉才发现益生庵的味增有多么奢华，美味无比。他领着冈本前辈回了益生庵，还希望前辈在益生庵的人面前给几句赞扬。碰巧遇上阿仙和阿刘背着20盘豆曲回来，就忙着做味增了。冈本倒是挺随和的，参与制作过程，先在大锅里煮熟煮软豆子，等待时准备腌盐，双手不停搓揉盐和酵母混合物，把活力十足的酵母封在盐里面，这能迅速保持酵母的新鲜度。过程中得小心避免盐结块，或是发酵出现斑点。煮熟的豆子应该是软乎乎的，味道还略带些甜味。这味增本应是阿吉的，但他只好躲旁边偷瞄。仙妈注意到了，走过来，地上一对草鞋，让他加入，完成最终的制作环节。原来阿仙深信，只要今年的味增酱做得好，阿吉定能因受人夸赞而高兴。益生庵的众人都换上草鞋，洗足之后一起上阵。大豆熟透不透，味增味儿也就天差地别。虽说用搅拌器也能搞出味道还成的味增，但那豆子软硬不均，做出来的味儿也就平淡无奇。若是用脚踩草鞋搓，豆子大小参差不齐便能相融。这正是益生庵坚持的传统手工秘方。我们2人一组配合，一个支撑，另一个往下踏。那时有人影窜到阿仙旁的木桶，下秒因为烫得太厉害跳出来，那人就跪在阿仙面前，表态自己以后啥都不计较，工资只有5万日元也行，连续3天3夜不睡也无所谓，连店里的杂活都愿意干，只希望能留在益生庵工作。他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能喝每天阿仙煮的味增汤，还想自己也做出一样的美味，得到大家的夸奖。对个厨师来说，这就是最大奢侈。阿仙笑着跟他说，今年做味增的人不够，阿吉就留下帮忙吧。后来阿仙还教了阿吉和冈本怎么煮出好喝的味增汤。味增酱真好吃，而且做法跟家常菜很不一样，连高汤都不用，挺合适像冈本这样忙碌的上班族。先来1勺味撸，然后开大火把锅烧热，接着另取1锅烧水，再把味增放小锅里，用开水化开，大葱就像削铅笔似的切进去，接着把汤端上，倒进旁边已经加热好的锅里，汤汁碰热锅冒起泡沫，还嘶嘶作响，这就是美味的秘诀。味噌沾满了锅边，方便快捷的锅烧味一下就完成了。这种味道让不和的冈本夫妇仿佛重拾过往的幸福滋味。好的料理能让人开心，也能感受生活的美好。这家叫益生庵的餐馆在本地特别火，更牛的是很多顾客都是被老板娘的美貌所吸引。老板娘阿仙做饭很棒，但店前挂着的山药饭旗帜，阿仙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员工一问，阿仙估摸着说，山药饭大概是益生庵的招牌菜吧，笑着跟同事们闹着玩，说自己才刚管理益生庵，很多东西都还不熟，甚至连自己爹是谁都不清楚。恰巧小吉在抱怨一个男的，他正好听见了，说是昨晚出去喝酒时碰见了个怪异的老头，自称年轻耐坏，是个叫做棱角刀之龙的顶尖厨子。当阿吉说出自己在益生庵打工，那位热情的大叔突然脸色就变了，找借口上洗手间落跑。阿吉只好自掏腰包替他付掉了3000日元的餐钱。对于月收入只有5万的阿吉来说，真的很肉疼。2F 追出去时，正好被那怪异大叔拿刀把裤子划破摔倒。深夜里，帅哥只穿内裤躺在路上，同事们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笑了。听大叔说自己的外号是棱角刀龙，阿仙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转头就给妈妈打电话了，想知道那好奇的大叔跟益生庵有没有什么勾当。妈妈却只叫他别掺和这事，
话里透出些紧张，这让没爸的阿仙开始猜疑那个棱角分明的聋人是不是自己从未见过的老爸，心里充满疑惑和希望。阿仙用壁咚动作让阿吉带自己去那家酒吧。阿仙原本以为大叔是那儿的厨子，谁知阿吉却告诉他，那人只是个整天游手好闲的酒鬼。阿仙脑子里全是喝酒的事儿。大叔天还没黑就开始喝了，这不就是咱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吗？原本打算不遇上就回店的两人，偏偏在别家酒馆门口看到了端着东西出来的大叔。那会儿的大叔喝得晕头转向，吃糊涂的才认出阿吉，接着就转身拔腿就跑。出乎意料，阿仙竟然在大街上那么一喊，大叔只见一个穿和服的美人往他这儿跑来。你是谁？我是易生安前任老板娘的女儿，半田千代。看着眼前美女满脸真诚，大叔勉强挤出个苦笑，然后跟阿仙和阿吉去了家小酒吧。阿仙掏出张照片，是母亲和大叔唯一的合照。阿仙小时候就猜那张照片里的那位大叔可能是自己亲爹，他妈妈跟大叔没在一起，肯定有难言之隐。大叔自己也没否认，他可能是阿仙的老爸，意思就是他跟阿仙妈有过一段情，还挺得意说自己以前是易生安的头牌，边说边拿出一张老旧的报纸给看。他的辉煌成就记载于此。这位顶尖厨师和女老板的恋情确实不太让人感到意外。提到为啥离开易生安，他颈提手伤无法继续烹饪，结果被阿仙妈直接扫地出门。大叔的徒弟也就是亲师傅被升职为主厨，阿仙知道后感到很内疚。他承诺大叔想要的他都会尽力给，一定能帮上忙。大叔当时虽未明说，却当晚便来电了。他的唯愿就是盼阿仙约他痛饮，要喝到狂欢那种。阿仙听了乐开了花，兴奋的房里自饮庆祝，想着与爸爸喝啥酒最妙。次日，阿仙早早备好满桌佳肴，连螃蟹这样的高档食材都有。看那些漂亮的菜肴，俩人立刻乐呵呵的碰杯，一边烤鱼一边闲聊。可好景不长，阿仙妈妈突然闯进来，把大叔吓得落荒而逃。原来阿吉情急之下透露了阿仙去向，店长一到就抖出了全部真相。眼前这男的压根就不是阿仙爸爸，其实他就是想蹭酒喝。以前他离开易生安的理由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易生安刚成立时，大叔做的真雕料理被大家狂赞，甚至被誉为跟艺术品似的顶级美食。但后来顾客一多，他的料理就走样了，忽略了味道，只讲究华而不实的外观，最终顾客纷纷走掉。至于大叔所说的手受伤，其实就是喝多了摔了个跤。阿仙早就明白，那个大叔并非他亲爹。报纸上的日期比阿仙出生还早好几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补偿大叔在易生安受的不公。哪知道一切竟是大叔编的谎。那家顶尖饭馆的漂亮女老板日复一日就是喝酒禁欲反复做，特别是头痛欲裂的次日清晨，全身泡在暖洋洋的浴缸中，真是活得像仙人啊。不过他也有苦衷，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费尽心思在街头找到曾在易生安做厨子的他，以为找到了亲爹，结果人家只是借口这么一说，骗了一顿酒喝。其实阿仙早已通过新闻知道，大叔不是亲爸，来赴酒约不过是受了大叔邀请，自己因为手受伤被赶出易生安，现在也只能混日子。他想好好补偿大叔在易生安受的冤枉，结果竟然无意间发现了他被炒鱿鱼的真相。原来大叔媒体曝光后变得更加自大，手伤是酒后自己跌的，那时已被炒鱿鱼。妈妈深感痛心，想保店铺名声和生意，不是孩子玩游戏。换言之，妈妈还是觉得阿仙太不成熟。但事已至此，不受控制的情况牵连到了现任易生安主厨亲师傅。终究大叔走后，阿仙妈就升他做了主厨。那时候亲师傅才20，连基本的刀工都没练好。为了背起这个大梁，他日夜苦练刀法，忘了吃忘了睡，直到今天他仍然严格管控每盘菜的品质，每道上课的菜他都得尝尝。可他最难忘的是大叔离开前的情景，给他那碗山药饭。今天亲大厨和阿仙都有心事没吃早饭，正好门口撞头，见着门口的山药饭招牌，阿仙想非得弄点人情味才能让店有温度，俩人就想出个主意。阿仙又去了那公园，果然大叔又在那儿，又领大叔回归了易生安，意在让他品味亲大厨最新手艺。
开胃的是金枪鱼刺身。清大厨握刀创作开始，可大叔嫌它长得不够惹眼，他觉得每片鱼都得切得整整齐齐，还说这简直是在耍他。可实际上一吃味道特棒。阿贤解释是因为这金枪鱼的瘦肉部分和奶肉，肉的质地跟脂肪多少都不一样，切工不整齐，才能带出食材的独特风味。接下来的菜肴是用九合鱼做的蒸菜，厨房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这个菜实在太好吃了，可大叔仍不肯认输，硬说因为用了那么好的食材，就算是猴子来做，味道也会这么好。然后大叔尝了柚子萝卜拌鸭胸，这是益生庵特制的，用的是青森运来的鸭胸肉，挑出肥膘慢慢烤出来的。慢慢的，大叔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可他还硬说这味道怎么可能是给人吃的。结尾是挂在门口的招牌菜，笔墨写就的山药饭。眼见这般简朴的菜，大叔认为高档餐厅用山药饭做节，简直不懂规矩。但他狼吞虎咽，一口口把山药泥跟米饭塞进嘴里时，话语都说不利索了。接着像刮风扫叶似的把碗里的全都咽了下去，这才明白这不是普通山药饭，而是益生庵里最招人爱的佳肴，熬出了带鱼香的浓汁，这股甜味成了这菜的标志。好些食客特地赶来，就因为想尝那芋头饭的滋味。而这就是大叔的秘方。还在益生庵时，他曾做给清大师尝过，那味道深入人心，让清大师至今念念不忘，甚至建议老板娘将这道美食加入菜谱里。店婆婆建议挂在旗帜上，想象某天大叔看到旗子，肯定会急匆匆地跑回来，划开隔断的门。益生庵的员工全都跪坐在对面屋里，益生庵能持续营业至今，都托了在此留下忧愁和泪水，以及顶尖佳肴的前辈们之福。当然，大叔也是重要一员。大叔意外自己随便弄的一餐，居然成了高级餐厅的镇店之宝。他默默吃着碗里的山药拌饭，一时没话说，众人也安静地注视他，把碗里的饭菜吃完。吃完后，他说要传授清师傅最后一课，山药混饭要做到山药仿佛在饭间游动，才能真香。阿贤请大叔回益生庵帮忙，大叔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月入只有5万日元跟阿吉一样，那完全不现实。老板娘把一辆手推车拉进来，接着把卖山药饭的旗子插上去，弄了个推着卖的小铺。你就推这个吧，这面旗是咱们益生庵的象征，如果能帮你做生意火一点，就尽管拿去使吧，如果你不想要，丢了也行，我不是那个意思。很感激你的好心，只是我用不了菜刀，其实不用菜刀也可以。没有菜刀，照样能煮出超好吃的菜。做饭关键不在菜刀，而在于想让人品尝美味的心情。看见前任老板娘认真的脸，大叔回头扫了眼众人，决定收下这个流动小摊，把心爱的尖刀赠给了阿吉，笑说自己以后就是魔药专家。显然他已经对从前翻篇了。作为顶尖餐厅益生庵的掌门人，他对员工也特别好，每日的小费都用来宴请大家吃饱饭。今天单位供应的员工饭是寿喜烧，香甜带咸的调料浸泡着上等牛肉，真是解乏，补充了一整天辛勤工作的体力。阿贤却因为要去参加商店街的小聚，没能跟大家一起享用。原来这聚会召开的原因，是因为附近新开了一个大商场，结果商店街这边的生意都不好做了，有的店铺甚至被迫关门大吉。小聚散场后，珍品堂的店主领着艺人来参加益生庵的聚餐。台场自报家门，是在小酒馆遇见珍品堂老板的，可他真是不懂风趣，看着众人快乐吃着寿喜烧，他却说那玩意儿不过是煮肉大杂烩，大伙儿抢着吃，就因为肉煮熟了。益生庵的员工何苦吃这种无趣菜？台场的这番话惹人不爽，不过他很快就表示，他请了这顿饭，还升级给大家点了高档牛肉，吃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这男人其实不简单，是个商场里打拼的老手。那天他直奔益生庵，开门见山要见老板娘，为的是拉阿贤去繁华商业区开分店。听到这个，阿吉乐坏了，开了分店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能够扭转乾坤，或许不再当杂工，反倒有机会把持菜刀？但阿仙似乎因为昨晚的醉酒，精神头疼欲裂，因此只得请清大师同去跟台场谈话。台场摊开分店的规划，表明想扩展益生庵商场顶层的高档品牌区，保准让益生庵赚翻了。这合作肯定赚钱。旁边的西装哥还在火上浇油，虽说益生庵手艺顶呱呱，食物好，
但生意经还有缺陷，得专业人士来指点。阿仙难受的不行，对方说什么都听不进。然而主厨青师傅挺身而出，易生安那边说了，让对面俩人别搞那个计划了。尽管师傅身为厨子，真想让更多人尝尝自己做的好菜，但是店的风味不只靠手艺，比起商场那些排长队的新潮餐馆，易生安更重视料理的初衷和韵味，连菜都是院子里自己种的。看阿仙一直安静喝茶，台场把方案留在这了，让阿仙仔细研究后再做打算。西装男曾是阿吉工作过的店的老板，看阿吉更加主动了，他就跟阿吉说，易生安豪华的用这么大面积，但还坚持老方法，扣除人工、食材和租金，赚的钱几乎微不足道。追求地道美食本无错，不跟上时代潮流，连老店都可能撑不下去，更别说开新店了。情绪激动的阿吉冲进厨房，谈问青师傅为啥不肯同意开新店。就在这时，身后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阿仙因为高烧昏倒在厨房，众人才明白阿仙昨晚其实没醉。台场再次造访易生安，原以为阿仙作为年轻老板娘会很容易应付，却没料到她因为高烧40度倒下，还是得面对这位难缠的主厨。青大厨给他做的第一道菜是虾仁与扇贝牛油果盘，用牛油果当碗，里面装满了用心准备的海鲜。台场一尝就明白，这满满的都是钱味儿。第二个菜是春笋保乐肉，最后上的是个绝妙的海胆蒸饭。台场觉得这几个菜每一个都超好吃，如果能尝到这种滋味，分店肯定能大获成功，甚至成功率能翻个倍。面对青大厨的拜访，台场提到这些菜里都能吃出大厨的手艺和心意，每一道菜都做得无懈可击，只是自己还没找到想要的那个答案。回答：你说的，店的味儿不单是厨艺撑起来的。我觉得今天尝一尝就能懂了。应该差不多吧，有这手艺得开分店呀。可青大师却话里有话地告诉他，今晚这菜并不代表易生安的真功夫。这话让那男的一头雾水，青大师到底啥意思啊？阿仙只要一晚不喝酒，第二天就直接发热冲40度，然后躺地上一动不动。现在的易生安面临时代考验，商场老板台场拉易生安到热闹街区开分店，说是能让易生安赚翻天，还有专家给经营建议，让易生安不被时代淘汰。不过不管阿仙还是大厨青师傅，没人愿意同意开新店的提议。为了让台场明了个中缘由，青大厨特地准备了一顿美食供他尝鉴。台场对这味道赞不绝口，但青大厨这时候却说，这些菜并不是易生安的真正拿手好戏。这话让台场一头雾水，烧了整整一昼夜的阿仙终于恢复过来，早上把所有菜肴一扫而空，接着精神抖擞的去给自家心爱的蔬菜浇水了。阿吉偷偷溜到了菜园，跟阿仙说下午带他去个地方，但得对易生安的其他人保密。难得有机会出去，阿仙穿上心爱的和服，俩人才见了面。喜欢阿仙的助理主厨阿刘就骑车冲过来，把阿吉叫回去了。原因是台场让阿吉办事，带阿仙去瞧瞧我们计划好的店铺，或许他能看到成品后就会想要开个分店。如果易生安能扩展开分店，可能他就有机会成为那主厨了。确实我想闯出点名堂，不过更重要的是，我这也算是在为易生安着想。我不愿易生安被时代淘汰，最后默默无闻。阿吉的劝说虽然没起作用，台场仍然坚持非见阿仙不可，想认真聊聊。阿仙听了阿吉的劝告，也意识到易生安不能这样下去，得有所改变。他就叫阿吉去联系台场。因此当台场再访易生安，受到了超级热情接待。开席的第一道竟不是酒或者野味，显然不是预备好摆着的冷盘，而是刚出笼的热蒸蛋，轻轻一尝便能全身暖和，这让台场很是惊讶。接下来是他用心烹制的寿喜烧，易生安的菜单上可没这道，阿仙特地用了能干烧的前底铁锅来做，把牛油涂在热锅面上融化，响亮的滋滋声预示着美食将至。砂锅最棒的就是温度恒定又不粘锅，等牛油化了再把牛肉放锅里。台场发现这牛肉割得跟牛排似的，阿仙一面烤得正好，然后翻个面，两面都烤得金黄美味，再淋上搅了汤的酱油。台场尝了一块，跟他平常吃的寿喜烧差好多。阿仙特别选了牛后腿，切成一口大小，比起常吃的薄牛肉片更能品味到肉质的饱满感。
台场没想到牛后腿居然这么软嫩多汁，之前不待见寿喜烧的他，现在一片接一片，根本停不下来。然后亲师傅送上了盘油炸豆腐，这是控干水分的冻豆腐，用橄榄油和麻油混合后油炸的，用完肉的砂锅，再加汤和生抽调水，倒入半锅，汤开后把炸豆腐和青菜放进去，盖锅盖焖几分钟，揭盖满屋香扑鼻，油豆腐吸饱了有烤肉味的汁，浓郁的汤汁跟豆腐香，还带点芝麻油的味道，最后以水菜收尾，真是太完美了。问到为何这么好吃的寿喜烧不加入菜单，阿仙说做寿喜烧的食客守在旁边，而且回能做出这美味的只有全国闻名的阿仙。凝视着他的双眼，台场终究明白了为何一生安不扩店的理由。假如有10桌客同时点寿喜烧，但阿仙就一个人，这就意味着有9桌客人都无法尝到阿仙亲手做的美食，除非阿仙能够分身，这全是阿仙用心良苦呀。台场也懂了钦大师以前的那句话，即使钦大师能做出顶级的美食，对益生安的味道来说仅占80%，得由阿仙亲自端上桌，才能算是完美的一道菜。如果硬要益生安扩店，就跟把阿仙嫁出去似的。看着台场背影走远，阿仙也松了口气。不过台场又约阿仙出来会面，考察了一下本来想扩店的地点，因为这就是他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眼前这些建筑高耸入云，阿仙还是忍不住有点担心，如果益生安不跟上时代的脚步，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所抛弃呢？